库存导弹几乎耗尽，俄军从叙利亚撤回 S-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从而暴露了俄军在武器装备的保障方面存在的短板。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冲突进入第7个月之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报告称，俄罗斯只剩下20%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口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的数量也再次面临困境。俄军缺少导弹的另外一个直接佐证是，正在使用的 S-300防空导弹目前改为打击地面目标，这被认为俄军需要努力提升精确对地攻击导弹的使用量。卫星图像证实，俄军从叙利亚撤回了部署在该地的 S-300地空导弹武器系统。观察人士认为，这些防空导弹系统已经通过黑海运往克里米亚，以应对乌克兰军队不断发起的偷袭行动。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的这套 S-300武器系统于2017年9月就部署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在叙利亚目标不断遭到以色列空袭的情况下，这套防空导弹系统的撤出被认为有标志性的意义。俄罗斯军队的防空武器出现了严重匮乏。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俄罗斯作为防空导弹的出口大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窘境呢？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美国之前秘密援助给乌克兰的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已经与乌克兰的米格29进行了整合，也就是说，乌军的米格29战斗机可以挂载美国的 AGM-88反辐射导弹了。不仅如此，有消息称，乌军已经使用哈姆反辐射导弹摧毁了17套俄罗斯的 S-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当然，这个17套明显是夸大之词。但是不管怎么说 ，S-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遭到哈姆反辐射导弹的攻击是不能够否认的事实。那么这么一来，就会使俄军的防空系统出现严重的漏洞，漏洞的扩大将使乌军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和海马斯火箭炮就有了进一步打击俄军后方目标的机会。最新的消息称，俄军装备的反隐身米波雷达和 S-400防空导弹阵地也曾经遭受到了来自空中火力的打击。那么有媒体分析认为，那么这些打击应该是米格29战斗机携带的哈姆反辐射导弹所为。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把战火烧向了克里米亚，俄军需要有更多的 S-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保卫其机场和要地。有消息称，乌军现在已经开始列装雷霆2弹道导弹，这种弹道导弹对克里米亚的克赤海峡大桥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克赤大桥一旦被摧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控制力将会严重受损，其后果是难以承受的。第三，俄罗斯在遭到西方制裁后，其精确制导武器的生产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不管是制造机载空对地导弹，还是防空导弹，俄罗斯可能都缺少西方国家生产的电子产品和零部件。最近，俄罗斯从伊朗大量进口无人机，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困境。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条件生产更多的精确制导武器了。对俄罗斯军队来说，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其空天军缺少精确制导的空对地打击弹药，难以抑制乌军的远程打击火力和无人机的威胁。现在还要面对乌军所配备的美制反辐射导弹的威胁，所以俄罗斯军队现在缺乏远程的对地攻击导弹以及中远程的防空导弹。还有一个坏消息是，乌军的第一个开战后按照北约标准培训的第66机步旅现在已经开上前线，俄军精确制导导弹库存的大量消耗，
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作战行动中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俄军所面临的困境，一是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在采取行动之前要储备足够的精确制导弹药；二是避免在武器装备的生产环节过于依赖西方。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如何，需要在战争爆发后才能够看出来。如果不能大量补充消耗的武器装备，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三是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不能出现某种类型的武器装备方面的短板，比如俄罗斯军队缺少无人机，特别是察打无人机，这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不是儿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大不一定就能够转化为战斗力。军队的作战行动、武器装备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后勤保障不能适应现代战争，而先进武器装备的供给不能适应现代战争，那么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